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词，这个词我相信很多人听到心里都会罗登一下，感觉有点复杂，有点敏感，甚至觉得它有点刺耳。这个词就是女性主义。我们先不要急着去讨论那些很硬的学术理论，今天我想带大家换个方式，透过一位非常厉害的奈及利亚作家齐玛曼娜·恩格兹阿迪奇，从他的亲身故事来重新认识这个我们以为很熟悉但可能充满误解的词。好的，今天的内容我们会分成4个部分来解析。首先，第一部分我们会先来拆解女性主义这个词，它背后到底被贴了多少标签，又背负了多少沉重的包袱。接着第二部分，我们会一起戴上一副叫做性别眼镜的东西，来看看那些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但其实充满偏见的各种小事。再来第3部分，我觉得是今天最核心的，我们会来探讨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样为男性和女性打造了限制彼此的笼子。你没听错，是彼此，不只是女性。最后我们会一起来思考阿迪契他所提出来的那个更公平、更美好的世界到底长什么样子，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整个故事的起点要回到阿迪奇14岁那年，当时他跟他最要好的一个男生朋友叫做欧克罗马，两个人正在为了一个议题吵得不可开交。就在辩论到最激烈的时候，欧克罗马突然停下来，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然后说了这句话：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这句话听起来可完全不是什么称赞。阿迪奇后来形容，那个语气就好像你在指控一个人是恐怖分子的同伙一样，里面充满了鄙夷跟批判。这让当时的他非常困惑，女性主义者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他从来没听过的词会带着这么强烈的负面情绪？好，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重点，这个复杂的词汇以及它标签背后到底藏了多少沉重的包袱。其实阿迪切的经验点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很多人在听到女性主义的时候，脑中浮现的根本就不是这个词真正的意思，而是一大堆充满敌意，甚至是有点可笑的刻板印象。重点来了，我们直接来看这张投影片，这些就是阿迪契在成长过程中，从各种不同的人口中听到的对女性主义者的描述。你看哦，有位奈及利亚的记者就曾经当着他的面说，女性主义者就是因为找不到老公才整天不开心的女人。后来他又遇到一位奈及利亚的女学者，语重成长地告诉他，女性主义这种东西是被西方那些书给荼毒的结果，它根本不属于我们非洲文化。所以你看，当时整个社会对女性主义者的想象，就是一群讨厌男人、讨厌穿胸罩、反传统、反非洲文化，而且永远都充满愤怒的女人。这些标签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全都跟愤怒、不正常、不快乐挂钩。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把抱持这些想法的人边缘化，让他们闭嘴。那面对这些充满恶意的标签，阿迪奇的反应真的非常高明。他没有傻傻的掉进对方设定好的陷阱里，去大声争辩说：“我才没有讨厌男人，我很快乐。”他如果这样做，就正中对方下怀了。相反的，他选择用一种幽默自嘲，但其实更强大的方式来回应。他说：“好吧，那我就称自己为一个快乐的、不讨厌男人、喜欢唇蜜，也为自己穿高跟鞋而非为男人穿的非洲女性主义者。”这一招真的太厉害了，他直接用他自己的存在，用他的行动和自我定义来宣告那些标签对他来说通通无效。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夺回话语权的策略。他把一个已经被污名化的词重新注入了属于他自己的正面的而且真实的意义。那么讲了半天，这个词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他的朋友第一次那样指控他之后，阿迪奇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字典。结果，字典给的定义真的超级无敌简单。女性主义者 （feminist） 就是一个相信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上应该平等的人。没了，就这样。你看，这个定义跟前面那些充满负面情绪的刻板印象差距到底有多大？他没有说你要恨谁，
没有规定你的穿着打扮，更没有要求你必须放弃你自己的文化。它的核心就只是平等这2个字而已。一个这么简单、这么理性的概念，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会被扭曲成那个样子？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对吧？好，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现在理解了女性主义这个词它最单纯的原意，以及它在现实中是如何被误解的。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要进入第2个部分，来看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副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注意过的性别眼镜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阿迪契分享了好几个他自己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偏见。我们来看第1个故事：班长选举。阿迪契9岁的时候，老师在班上宣布，这一次学期初考试，全班最高分的人就可以当班长。你想想看，这对一个好胜心很强的小孩来说是多大的荣誉啊！结果阿比契真的卯起来读书，考了全班最高分。但就在他满心期待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句让他永生难忘的话。老师说：“哦，我忘了说，班长必须是男生。”所以最后由班上第2高分的那个男生当了班长。这件事最讽刺的地方在哪里？那个男生其实个性很温和，他根本不想要拿着藤条去管秩序，反而是阿底契自己野心勃勃。但没用啊，规则就是规则，只因为她是女生，她就必须是班长。这个理所当然，其实就是性别偏见最可怕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恶意的，但它在无形中就为你设定了天花板。它告诉你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而唯一的理由就只是你的性别。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来看第2个故事：停车小费事件。有一次，阿迪契跟他一位男性好友路易斯在奈及利亚的拉各斯停车。要离开的时候，有个服务员很热心地帮忙指挥交通，他想给对方一点小费，于是他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自己赚的钱，亲手递给了那位服务员。结果呢，那位服务员收下钱之后，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转头看着他的男性朋友路易斯，非常开心地说：“谢谢你，先生。”路易斯当下也傻了，他还反问阿迪契：“他为什么要谢我？钱又不是我给的。”就在那个瞬间，路易斯突然懂了，这背后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假设，那就是女性的经济能力是依附于男性的，即使亲眼看到是女性付钱，那个服务员根深蒂固的性别眼镜还是会自动过滤掉这个事实，下意识地认定这笔钱的最终来源一定是男人。这种被当成隐形人的情况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阿迪奇就提到，在奈及利亚的餐厅，几乎每一次只要他跟一个男人一起走进去，服务生总是只会跟那个男人打招呼，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他说，理智上他知道服务生没有恶意，他们只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被训练成这样。但在情感上，每一次被忽视，他都感觉自己像是空气，都觉得很受伤。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微歧视。单一事件拿出来看，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当这些小事日复一日的累积，它就像水滴穿石一样，会不断的提醒你，你是不重要的，你的存在是次要的。这种累积性的伤害其实是非常巨大的。而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日常微歧视，从班长只能是男生，到服务生只跟男人打招呼，其实都指向一个更大的结构性问题。诺贝尔和平奖主得旺加里马他伊有句名言说得非常精辟，他说：“你爬得越高，看到的女性就越少。”从餐厅服务生的忽视，到企业的董事会、国家的领导人中女性比例的稀少，这背后其实是同一套逻辑在运作。我们的社会在系统上，在潜意识里就已经先低估了女性的价值与能力，并且预设了权力应该要掌握在男性手中。这一边呢，阿里契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论点。他说在几千年前，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就是比例器，所以男性因为普遍体格更强壮，自然而然成为领导者。这在当时是有演化上的道理的。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今天，一个社会的领导者需要的不是体力，而是创造力、智慧和创新能力。重点来了，这些特质跟你的荷尔蒙、跟你的性别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男人和女人都同样可能具备这些能力。我们的世界早就已经进化了，但是我们对于性别的观念却还停留在几千年前的设定，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好的，刚刚我们看到了性别偏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作，以及它背后的历史因素。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3个部分，这是一个更深层的探讨。这些僵化的性别角色是如何为所有人，不只是女性，也包括男性，打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笼子，限制了我们成为真实的自己。我们来看这张投影片，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对比。我们的社会教给男孩和女孩的人生剧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教男孩要害怕恐惧，害怕脆弱，要成为一个所谓的硬汉，不能哭，不能示弱。这等于是把他们的情感表达能力关进一个又小又硬的笼子里。与此同时，我们教女孩要缩小自己，要有野心，但不要太有野心，不然会吓到男人。我们教他们要去迎合，去照顾男性那脆弱的自尊心。你看，这2种教育方式其实都扭曲了人性，对吧？一种是压抑了情感，而另一种则是压抑了潜能。阿第七举了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我们从小就教导男孩，男子气概跟钱是画上等号的。所以当一对青少年男女约会，即使他们的零用钱一样多，我们的社会也总是期待由男生来付钱，来证明他的男子气概。结果是什么？我们又回过头来纳闷，为什么偷父母钱的往往是男生？这背后的压力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加诸在他们身上的。而这种压力会跟着男孩长大，变成成年男性必须一肩扛起的经济重担，也就是所谓养家活口的压力，甚至让他们不敢去追求自己真正喜欢但可能不够赚钱的事业。这不也是一种笼子吗？而在女性的献祭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来看这个表格，这个对比真的太真实也太讽刺了。当一个女人到了一定年纪还没结婚，我们的社会倾向于把这件事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失败，好像她的人生有什么缺陷一样。但如果是一个同龄的单身男性呢？大家会觉得他只是还没决定要挑哪一个而已，他是黄金单身汉。这种严重的双重标准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她们把婚姻当成人生最重要的成就指标，甚至为此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笼子。所以阿迪奇用这句话做了非常精辟的总结：性别的问题在于，它规定了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而不是认可我们本来的样子。它就像一个模板，把每一个活生生多样化的人硬生生地塞进2个预设好的而且非常狭窄的盒子里，而不是让我们自由地去发展我们自己独特的样貌。它忽略了人的复杂性，用一个简单的标签限制了无限的可能性。好了，我们分析了问题的根源、日常的体现以及它带来的伤害。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来谈谈出路。阿底奇并不是想抱怨而已，他更想邀请我们一起去想象，并且打造一个更公平、更美好的世界。这是一个重新定义、重新夺回话语权的过程。这里，阿迪奇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也是一个思想实验。他问：如果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关注的是他们的能力与兴趣，而不是他们的性别，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再跟女儿说你要有女生的样子，而是鼓励她去探索她真正热爱的事物，不管是修车还是写程式；如果我们不再对哭泣的儿子说男孩子不准哭，而是教他如何健康地处理自己的情绪，一个不再被性别期望所拖累的世界，我们会变得多么自由，多么快乐。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阿底奇给出了他自己对于女性主义者的定义。这是我认为他整场演讲最精华、最核心的部分。他说，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他或她会说，是的，当今的性别议题确实有问题，而我们必须解决它，我们必须做得更好。你看，这个定义有3个关键点。第一，它包含了男性和女性，这不是女人的战争，而是所有人的事。第二，他承认问题的存在，而不是假装一切都很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呼吁采取行动。他把一个被动的身份标签转化成了一个主动的、积极的行动宣言。当然，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总会有人搬出演化生物学或是天性来反驳，说什么雄性动物本来就比较强势啊之类的。阿里奇直接回应了这个观点。重点是我们不是猩猩，猩猩还住在树上吃蚯蚓当早餐，但我们不会。
我们的社会化过程远比那一点点生物本能更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社会不断地透过教育、媒体、文化去夸大男女之间那些微小的差异，并且让它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最后，这句话真的太有力量了。面对那些总是说“哎呀，我们文化就是这样啦”的人，阿迪奇的回应是：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创造了文化。他举例说，在奈及利亚的某些伊博文化里，100年前如果生下双胞胎是会被杀掉的，因为那被视为不祥的诅咒。但现在呢，这种残酷的文化已经被彻底改变了。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文化没有办法完整的支持女性与男性发挥他们全部的潜能，那就代表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去改变这个文化。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阿迪奇的故事出发，重新理解了女性主义。第一，它的核心定义非常简单，就是相信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上应该平等，而不是那些充满偏见的刻板印象。第二，我们看到了性别偏见如何透过日常生活中无数的小事在运作，这些看似无害的瞬间，累积起来会形成巨大的系统性不公。第三，我们也分析了僵化的性别角色不仅限制了女性的发展，也把男性关进了硬汉的笼子里，这是一个伤害所有人的双输局面。但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改变是可能的，因为文化终究是由我们创造的，只要我们愿意开始质疑那些理所当然，关注每个人的能力而非性别，我们就能亲手打造一个更公平也更自由的世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